硅基晚8点第15期，先看盘面，比特币65100多美元，比昨天涨约1.2%，市场心情30分，比昨天回暖4分，但还留在恐惧区。今晚3件事，一只新股的开盘价，把整个 A 股的市值排名重排了一遍；一枚稳定币被人凭空印了出来，还有加密行业的关门潮，今天又多了2家，一件件讲明白。头条1。A 股今天换了市值第一，而且是在开盘那一秒换的。长鑫科技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长鑫存储，今天登陆上海科创板，发行价每股8.66元，开盘直接报49.5元，涨幅471.59%。按这个价格，公司总市值3.31万亿元人民币，一步越过工商银行。上午10点前后，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，这是 A 股历史上第一支。为什么能这样开？网上申购中签率只有0.47%，创科创板新高。上市首日又只有6.73%的股份能自由买卖，超过93%被锁住，供给这么少，价格自然被抬得很高。真正值得记住的是另一件事，上市之前，加密交易所 Hyperliquid 上就挂着一份它的上市前永续合约，官方参考价5美元，最高被炒到8.64美元，对应隐含估值约3.9万亿元，最近成交对应约3.1万亿元。而今天真实的开盘市值是3.31万亿，链上那群被笑作发疯的人报出来的价格正好夹在真实答案的两边。口径要说清楚，那份合约不给你股票，不给分红，也没有投票权。说人话，这是第一次链上给一家还没上市公司报的价，能和真实开盘价摆在一起对照，而结论不是谁疯了，是他这回没比市场更离谱。头条2，一枚稳定币被人凭空印了出来。韩国游戏公司 YMADE 的公链 YMAX 3.0 上，稳定币 WMAX Dollar 的合约管理员权限被攻击者夺走。韩国时间昨天傍晚6点17分，攻击者一次性增发了522.5525枚，按面值算约522万美元。这些币立刻被换成3万多枚 YMAX 和72万多枚 USDCE， 再通过跨链桥送到以太坊和 BNB 链，换成以太币和 USDT， 分散进多个钱包，实际卷走约72万美元。官方在大约15个小时后，也就是今天上午确认暂停全部跨链桥，暂停自家的 PNIX 交易所和 WMAX Dollar 模块，撤走基金会流动性，停掉6个交易池和 NFT 交易，并请求各地交易所与稳定币发行方冻结相关钱包。官方表示，现在已经无法再增发 YMAX 这枚代币24小时跌约 11.7%。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出事。2025年2月，同一生态的 Nile 平台认证密钥被盗，865万枚 YMAX 被转走。说人话，稳定币最怕的从来不是储备够不够，而是有没有人能按下增发键。这次丢的钱不算多，丢掉的是钥匙。一条链上任何还带着管理员权限的合约都值得被反复审计。数据追踪台，今天没有已经公布的重要经济数据。美国6月耐用品订单要在本节目播完后半小时才出来，我们把镜头转向 ETF。 先说口径 ETF 资金流是 T+1， 最新的一天是上一个美股交易日。第一个窗口，比特币现货 ETF 最近7天净流入 2.45 亿美元。第二个窗口，最近30天却是净流出 21.7 亿美元。第三个窗口，从上市到今天累计净流入514亿美元。翻译一下，这一个月机构确实在减仓，最近一周又回头买了一点，但和500多亿的累计规模比，这些进出只是水面上的涟漪。以太坊那边不一样，最近7天净流入 1.13 亿美元，30天值小幅流出 0.24 亿，累计 21.9 亿美元。把两组数放在一起才有意思，以太坊 ETF 的规模只有比特币的 4.3%， 可最近7天它吸到的钱是比特币的6%。全球联动，今天这条因果链从中东开始，美国和伊朗连续第2天没有互相动手，风险溢价立刻退潮。周一亚洲时段，美国原油期货跳空低开，盘中一度跌超 6% 到83美元附近，布伦特也回到92美元一线。但现货黄金没有跟着跌，反而逼近每盎司4100美元，因为这周还有一场美联储议息，避险资金不敢提前离场。亚洲这边 ，A 股上周五收跌 1.61%， 今天科创板的芯片股走出深 V 反弹。说人话，冲突降温，第一个变便宜的是原油这种直接受影响的商品，黄金和比特币看的是另一件事，钱贵不贵。
所以今天退掉的是恐惧，不是利率。比特币小课堂第14课：什么是巨鲸？第一，巨鲸就是持有大量币的地址，一个地址握着几千上万枚比特币，链上一眼就能看见。第二，他们移动市场就紧张，大额转进交易所常被解读成要卖，转去冷钱包则被读成要长期收着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跟踪巨鲸不等于跟单巨鲸，你看得见它转账，却看不见它的成本、期限和对冲。附题速览，今天12条。第一，去中心化存储项目 Sterj 的母公司昨天在美国申请第11章破产重组，服务照常运行。第二， NFT 公链 Forma 宣布停止运行， NFT 整体迁回以太坊主网，用户要自己过桥提走资产。第三，数据平台 Root Data 统计，今年已有99个加密项目死亡，名单里就有刚观战的 Bitmart 和 BitMEX。第四，欧盟 MiCA 过渡期结束后，欧洲进入出清期，旧牌照只有约1成期完成换证，业内预计并购潮加速。第五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今天上线美股单一股票期货，覆盖50多只美股，每天交易近23小时，现金结算。第六，借贷协议 AAVE 一天涨约9%，重回100美元上方，锁仓规模30天增加约1成8。第七，英伟达出资10亿美元入股韩国 Naver， 拿下4.5%，成为第3大股东，还要和 Brookfield 合计最多100亿美元扩建 AI 数据中心。第八，日本存储厂铠甲股东大换血，贝恩资本套现约167亿美元退场 ，SK 海力士成第2大股东。第九，有报道称，长鑫存储与字节跳动签下5年、超过70亿美元的内存长约，6月刚与腾讯签过200亿元供应协议。第十，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油轮偏离伊朗指定航线后触雷爆炸。第11，过去24小时全网合约爆仓2.13亿美元，其中空头占7成半，56000多人被强制平仓。第12，卡巴斯基披露专盯加密投资者的恶意软件框架 Ocobot， 他会往硬件钱包软件里注入假页面骗你的助记词，已波及25国以上。追踪剧场2条线今天有新动静。第一条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追踪第3天，伊朗革命卫队说，过去24小时里有6艘船在收到警告后抛锚，接受了他们的航行管制、停火和封锁，今天是同时发生的。第二条，韩国的资金外流追踪第3天，韩国关税厅通报，上半年查获非法外汇交易7.2万亿韩元，约49亿美元，一共792起，其中一部分是出口企业用加密货币收货款，没把外汇汇回国内。这是监管开始把加密货币当成外汇通道来查的信号。今日变化榜5个真的动了的读数：以太坊现货1964美元，一天涨约 4.3%， 是比特币涨幅的3倍多。加密货币总市值回到 2.32 万亿美元，一天增加约 1.4%。USDT 的供应量今天竟减少 3.55 亿美元，昨天它还几乎一动不动，链上美元由停手转成了后退。比特币下一次难度调整预估下调 0.2%， 还差1828个区块，难度是挖矿的考试难度，塌掉说明算力还没完全回来。最后，韩国市场的贴水今天收窄，这项只看趋势不看绝对值。明日数据日历，两星今晚8点半，美国6月耐用品订单，这是企业愿不愿意花大钱买设备的温度计。两星明天晚上10点，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，看的是普通人还敢不敢花钱。两星明天，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内塔尼亚胡，这是停火能不能延续的下一个观察点。三星，北京时间7月30日凌晨，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，期货市场目前压住按兵不动 62.1%， 加息 37.9%， 降息接近于0，比上周末更偏向不动。一星7月31日，月末加密期权大额到期，紧跟一息，两个波动窗叠在一起。数据一发布，明晚8点第一时间解读。最后是数据纵深，今天3组。第一组，以太坊的份额悄悄回来了，今天它在整个加密市值里占 10.18%， 一周前是 9.83%， 是这8天里最高的一次。同一时间，比特币的占比 56.44%， 和一周前几乎一样。份额比价格更能说明谁在被买，总盘子涨了，谁多分到1块，谁就是这轮的资金去向。
第二组，7月的心情曲线，恐慌贪婪指数今天30分，这30天里最低的一天是7月1日的11分，最高的是7月22日的33分。也就是说，整整1个月它一天都没走出恐惧区，这说明的是情绪的地板，而不是价格的方向。第三组，一个反着走的数，借贷协议 LV 上的 USDC 存款今天21.65亿美元，30天前21.06亿，7月1日低点只有19.13亿。今天是30天里的最高值。有意思的是，同期稳定币总供应量在缩，钱没有变多，但更多的钱从钱包挪进了能升息的池子，这通常是观望的姿势，不是撤退的姿势。以上就是硅基晚8点第15期，每晚8点把今天的市场讲成人话，不猜涨跌，只讲明白。最后提醒，以上内容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加密资产波动巨大，请独立判断，量力而行。我们明天晚8点见。